你好，这是静姐说话。今天打算要做的这件事儿呢，在蝴蝶兰界是不经常做的事儿。具体是什么事儿呢？分株。我打算给这棵分个株。分株在卡特兰、文心兰、石斛、大花蕙兰等等那些兰花品种当中是很常见的一种繁殖方式。那为什么在蝴蝶兰里面不常见呢？因为蝴蝶兰是单轴生长植物，轻易不会长侧芽，所以我们也就没有太多的机会给它分株。说到这儿，我们来看另外一棵，也就这棵。前面有说过，这棵出了中端花梗，仔细看这枝花是从叶心里长出来的。我们刚刚说蝴蝶兰是单轴生长型植物，所谓单轴就是沿着一个主轴一个方向生长。当这个主轴还没有长到头之前呢，叶心里出来的都是叶片啊，一左一右这样长叶片。如果叶心里出现了像这棵这样一个花梗，那这个轴就长到头了，我们就管这种花梗叫做中端花梗。关于中端花梗呢，发过一期视频，今天就不多讲了。我们接着回来讲分株。要想分株，它起码得有可以分的，对吧？因为如果它只有一个轴，我们顶多也就能做个砍头、斩断之类的，分株是没法进行的。那怎么样才能让它长出几个不同的轴，让我们分开呢？蝴蝶兰虽然说是单轴生长，但是在极少的情况下，它也有可能会长个侧芽，那我们不就可以分开了吗？在另外一种情况是，它不是单轴生长吗？如果它的那个单轴的尖儿，也就是它那生长点遭到了破坏，那它不就没有这个轴了吗？它就只能从侧面再出新的轴，有可能出不止一个，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分株了。我今天要分株的这棵就是这种情况，它的那个母株的叶心儿坏了，所以它从侧面出的侧芽先出了一个有点大了，后来又出了一个，所以现在是有两个侧芽。它之前的那个母株虽然叶心坏了，但是这么多年了居然还在，所以在这个盆里呢，一个母株加上两个侧芽就显得有点挤，这也是我要给它们做分株的原因。分株的步骤很简单，先把它们从盆里取出来，然后观察一下，它们是怎么连接的，把它们分开就行了。简单清理了一下根，质料很松散，还比较好清理，然后又用水冲了冲，这样比较好看得清楚。把它们分开呢，可以借助工具，比如说刀啊、剪刀之类，但这些工具记得在使用之前一定要消毒。也可以不使用工具，直接用手掰。我发现蝴蝶兰还是挺脆的，比较容易掰。在掰之前，我还是给它们喷了点酒精，做一个表面的杀菌消毒吧，然后就可以开始掰了。他发现这个花梗有点碍事儿，先把它掰下来，看是不是很脆。稍一使劲儿就掰断了，而且我还发现花梗吧，尤其是从那个节儿上掰，就是有个包片的那个位置掰是更容易掰，更脆。从中间没有节儿的地方呢，稍微可能有一点韧劲儿吧，但也不难掰，最多个一两个来回也就掰断了。所以现在我反倒经常用的是直接上手，不用工具，省得还得去消毒工具。所以分株我也是打算直接掰，其实它们之间的连接点很小，只要找到了，轻轻的一掰就断了。这会儿是已经掰断了，但是那些根儿还交织在一起，需要慢慢把那些根给分开。此处省略一些时间，根儿逐渐就分开了，分成两颗了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这个茎的末端有一个很小的连接口，那就是伤口。对于伤口的处理呢，
有2类方法，一个呢是风干，另外一个是用点什么东西把伤口封住，比如购买的封伤口剂、芦荟、草木灰、桂皮粉之类的。我打算风干，因为我也并不是很着急，就放到这儿慢慢晾干之后我再装盆。那个比较大的侧芽已经分开了，现在来分这个比较小的侧芽。这个比较小的侧芽我看了一下，只有1个根儿，但我想了一下，还是给它分开吧。但如果它完全没有根儿，就1条根儿都没有的话，暂时不要分，等长了根儿之后再分。又如果觉得只有1条根儿不太保险，怕养不活，也可以暂时不分，让它们在一起呢，让这个侧芽再多长一点根儿，再分可能更安全。那我在它只有1条根儿的情况下把它分开，多多少少是冒一点险的。但我想试试，只要在上盆的时候稍微用一点方法，应该问题不大。具体是什么方法呢？接着往后看。但允许您着急想知道结果，可以跳到后面，大约8分半以后。现在看到的就是分开的3部分，2个侧芽，1个母株。母株那部分有一些乱根，稍微清理了一下。掰完侧芽剩下的母株的这一部分没有叶心儿，也没有了侧芽，它未来的出路就是再长新的侧芽。这3部分放在这儿开始晾之前，我还给它们喷了一点杀菌的药。毕竟在它们的茎上每一部分都有伤口，茎被感染是最危险的，所以保险起见呢，我给它们喷了一些杀菌药，以防万一吧。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晾干了，等着晾干之后上盆。我是晾到第2天，它们的根儿变成这样了，根儿都变成灰白了，那个伤口应该也就干好了。其实除了茎上的伤口，根儿上也有，不是也有断掉的根儿吗？估计根儿上还会有一些没有注意到的剐蹭，在换盆往外倒植料的时候，没准什么时候就伤了都没注意到呢。所以像这样晾晾根，所有的伤口应该就自己都愈合了吧。先来给最大的这个侧芽上盆，这颗的根其实不算多，就是有点支棱八翘的，所以团吧也就塞进去了。如果在塞的过程当中不小心有根被折断了，这个问题也不大。关于根的工作原理之前咱们讲过，断掉的只是它的根背，不影响工作。当然了，有个伤口嘛，还是有可能感染。如果不放心呢，装完盆之后可以暂时不浇水，再隔1天，就是再等到下面1天再浇水，折断的那个伤口也就愈合了。这颗的上盆中规中矩，就是我们常规的上盆的方式。我们重点来看只有1条根的这个侧芽，我是怎么上盆的。具体的上盆方式其实跟前面那个看着也没啥区别，但它有一个重点是什么呢？就是这唯一的1条根儿以及整个植株都在植料的面上，没有被埋起来。而且这个盆虽然很大，但我没有装满植料，只装了不太多的一部分。听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要这么做。首先我放一些植料，目的之一是帮着固定这个植株，目的2其实是最重要的，帮着吸收一些水分，然后缓慢的释放，维持这个小环境的湿润。再来说根和植株，尤其是茎那个位置，在植料之上，因为只有这样它的透气性才最好，才最不容易烂掉。此外还有一个点，我用的这个盆相对这个植株来说不算太小，叶子的一部分是拢在盆里的，盆里的这部分肯定是湿度相对大一点的，这样叶子也可以帮助吸收一点水分，因为它只有1条根嘛。
有必要的时候上面还可以罩个罩子，制造一个迷你的小温室。不过暂时我不打算这么做，我觉得只是放一点植料这样应该差不多，毕竟罩起来之后会牺牲掉一些透气性。最后再来把这个母猪装进去，它的根哩哩啦啦的还不太好往里装。我试了一下，在装盆之前先把根团起来，再往里放，这样就容易了。它的这些根吧，虽然看起来很长，但实际上已经断成很多节了，团起来也很容易，团的时候也并不需要掰断根。上一期也就讲水培那期，镜头里可能有看到一些蝴蝶兰躺在桌子那儿，就是这棵，它正躺在那儿晾根呢。这棵这个品种，我有试过育苗，就是用它的花梗育苗，很难成功。我没有成功这棵，但是这棵看起来可以用砍头繁殖来育苗。用花梗育苗之所以不成功，就是抹了催芽剂之后，它那个芽点几乎不反应。我还以为我的催芽剂失效了呢，但是抹在其他的芽点上就行，抹在它那儿它就不理。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品种的问题吧。装好盆之后，这3盆当中，其中的2盆我放了干香蕉皮，1盆没放。你可能猜到了，只有1条根的这个呢，我没有放香蕉皮，因为目前它只有1条根比较弱，养护它的重点是保住它的根儿，让它再长新的根，所以不用太着急给肥，目前只给水，等它出新根之后，慢慢的给加点肥。好了，关于这棵蝴蝶兰的分株到这儿就讲完了，谢谢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